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任嘉伦或将二搭长接长。当年锦衣之下的陆毅和金夏，让观众惦记了5年内与古偶太缺这种能让人信服的感情线了。不是粉色滤镜和尴尬台词，而是真能刻到骨子里的化学反应。说实话，这2天刷到谭松韵、任嘉伦要二搭长接长的消息，我那颗已经对古偶半死不活的心，忽然又哆嗦了一下。嗨，人到中年还被 CP 营业拿捏，挺丢人，但真香吗？我先交代一下时间点，免得有人说造谣。2024年开始，圈里陆陆续续在转长接长这个项目，网传是古装权谋加爱情的设定。最近有营销号报说男女主锁定谭松韵和任嘉伦，还点名制作班底跟锦衣之下高度重合。官方现在没官宣，都是业内在那儿互通风声那套，但你混内娱久了就知道，有些风声要是一直不辟谣，多半不是空穴来风。我就纳闷了，按说这俩人从锦衣之下之后，各自事业都不差，也不是非得抱团取暖的那种咖位，怎么一提到二搭，路人和粉丝能难得达成统一战线，全在那儿嗷嗷叫着快点拍？这就不是单纯的 CP 营销了，这是文化现象。回头想想2019年底追锦衣之下那会儿，真是现在想起来都带点朦胧滤镜。那会儿古偶还没烂大街到现在这个程度，平台也没这么浮躁。陆毅一个眼神，金夏一个笑，弹幕里全是嗷嗷嗷啊啊，大家还挺单纯。而有意思的是，这剧当时也不是 S 加大制作，宣传也不算铺天盖地，就是靠口碑一点一点爬上去，播到中后期，热度越滚越大。你看猫眼现在的数据，锦衣之下2024年这会儿1个月还能日均200多万播放量，经典剧榜单前5蹲着不挪窝，这在古偶里真不多见。那说明啥？说明观众对陆毅和金夏这对组合是有记忆沉淀的，属于那种过了5年还能叫出台词的程度。互联网健忘，但对真刻到骨子里的 CP 会格外长情。而反过来看这2年的古偶市场，真挺惨淡，各种爆款预定上线，结果呢，一个比一个拉胯，画面滤镜磨皮拉满，故事空心，角色工具人，感情线就是堆糖浆。我刷了几部所谓的大 IP 加顶流古偶，10集之内能把我劝退，角色一模一样，女主永远是嘴硬心软小白花，男主永远是面瘫醋王，演法都是一个模板套8部剧，看着就困。说到底，观众现在不是缺帅哥美女，而是缺有火花的人。任嘉伦的陆毅为啥能出圈？就是他那个眼神里真有戏，冷是冷，但不是面瘫，是那种收着劲儿的狠和克制。他往那一站，你就信这人真杀过人，不是端着架子的花瓶。而谭松韵的金夏，那个灵劲儿和生活气，是很多流水线古偶女主演不出来的。她笑起来眼睛一弯，整个人是活的，不是女主模板001号。所以一听说长接长的人设是白天大家闺秀，晚上江湖侠女，这就对味儿了。谭松韵演2副面孔，她的优势正好在这儿，既能演小家碧玉，又能演街头胡同里长大的那股狠劲儿。你要真找个只会摆造型的流量来演，观众一眼就看穿了。而任嘉伦这边，传说演的是全清朝野的摄政王，比陆毅更深更狠。这人设要是立住了，那种压迫感比当年锦衣卫大人还带劲。当然我也得泼点冷水。你想啊，这么多年，关于2人二搭的瓜转过多少次？每次都是有望合作，正在接触，结果等来等去全是空炮。粉丝现在也学精了，嘴上说着妈呀磕疯了，心里默默加一句没官宣，一切当同人文看。谁知道这波会不会又黄？
所以我写这篇的时候也得把话说明白。现在一切都是业内流传加媒体侧写，没有官宣就不算板上钉钉。不过话说回来，我反倒觉得有意思的是，长街长这类项目之所以能被反复拿出来讨论，本身就暴露了内娱古偶现在的窘境。平台、资方、制作方都在焦虑，观众还吃不吃古偶这口？还能不能再出一个像《锦衣之下》那样的长尾爆款？你看数据，古偶整体热度在往下掉，但只要有一点情怀加口碑的组合，大家立马精神了。这就是所谓白月光 CP 的价值。说白了，现在内娱太缺让人信服的感情线了。别看一个个项目 PPT 写的天花乱坠，什么权谋大戏、女性成长，真播出来全是粉色滤镜加尴尬台词加生硬对视。观众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不想看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恋爱。而谭松韵、任嘉伦这一对，当年就是靠你能信的那种情感细节火起来的，拉手都能拍出层次感，那才叫化学反应。有圈内朋友跟我吐槽说，现在很多古偶现场就是先定流量，再拼 IP， 再凑导演，再往里塞金主演员，剧本反而排在最后。你说巧不巧？锦衣之下当年剧本虽然有删减和魔改争议，但整体节奏、案件线、感情线是完整的，是能撑得住的。而现在好多大项目前期连剧本都没打磨完就开机，边拍边改，演员都猛，你让观众怎么入戏？所以这回长街长传出原班制作班底这几个字，大家才会眼前一亮。这个原班到底有多圆？现在谁也说不死。但如果导演、编剧、剪辑有一部分真是当年那帮人，我觉得在审美和节奏上，起码不会太离谱。你说观众图什么？不就是图个稳当吗？谁愿意开会员去陪你试读？我个人有个小私心啊，我特希望这剧别走现在古偶那套流水线滤镜加统一审美的路子。锦衣之下当时画面其实不算顶配，服化倒也谈不上多奢华，但它有点江湖气，有点市井味儿，角色身上有灰尘，有汗，有烟火。长街长要真是权谋加江湖的故事，那就别全弄成贵妃同款大拖尾，摄政王天天在宫里走秀，那就俗了。再说两位主创现在的状态，任嘉伦这2年戏挺多，锦衣之下之后又演了不少古偶现代剧，口碑有高有低，观众对他的演技争议也挺大，有人说他用力过猛，有人说他台词拉垮。我觉得吧，他属于那种角色选得对就能爆的类型，一旦人设和他本人气质贴上了，他那种眼神戏是能顶住大荧幕的。而摄政王这种角色本身就有点升级版陆毅的味道，如果剧本够好，他反而容易找回状态。谭松韵这边更有意思，她算是少数在古偶、现代、家庭剧里都混得不赖的女演员。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那一挂，她的青春感是真吃香，而到了古装，她的娃娃脸又自带反差萌，你以为是傻白甜，结果人家能给你来一刀。我挺期待她演白天大家闺秀，晚上江湖侠女这种反差，如果导演敢放手，让她在夜戏里彻底演一把，可能会比今夏更好玩。当然也有隐忧，5年过去了，观众审美在变，这俩人的状态也在变。你想啊，当年陆毅和今夏那种青涩又克制的感觉，是带着点初恋感的，现在在演古偶，年纪摆那儿了，气质会更成熟，能不能再演出那种小心翼翼的悸动感？这对他们俩来说也是考验。而且长街长的人设听起来更复杂，权谋、双面身份、家国大义，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悬浮的大男主爽剧。说实话，我更关心的是，这对 CP 就算回来了，能不能真拯救内娱古偶寒冬？我觉得吧，别把话说太满。
一部剧再怎么情怀加持，也改变不了整个行业的工业基础问题。现在古偶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模式固化，大家都在算账，流量能带来多少预售，海外能卖多少钱，衍生品能赚多少，而不是在较劲怎么拍出一个10年后还能被翻出来看的故事。锦衣之下这5年还能稳居经典榜前列，说到底是他在一个相对不那么浮躁的环境里留下了一段真诚的荧幕爱情，观众有共鸣就会一刷再刷。长街长要想复制这种生命力，就得先别把自己当情怀续集，而是当一部独立的新作品，把人物、故事、世界观扎扎实实立住， CP 感是加分项，不是遮羞布。不过话说回来，观众也挺好哄的，你只要别骗我，别拿个粗制滥造的剧打着白月光回归的旗号圈钱，大家就愿意给你一次机会。真要是原班人马认真做事，谭松韵、任嘉伦也拿出点破釜沉舟的劲儿，把这次合作当成一次自我救赎，那内娱古偶这口气多少能顺点。至于长街长到底能不能开机，什么时候官宣，最后选的演员是不是现在赚的这俩，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娱乐圈向来变数多，合同没签，剧本没定，一切都有可能翻车。但有一说一，只要风一吹，说要中剧，大家心里那个小火苗就又点着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对真情绪是真不容易放下的。我也不装理智观众了，真官宣那天，我肯定比谁都乐呵。到时候咱再好好聊聊，这对白月光古偶 CP 能不能在2024年把早就快看麻木的古偶市场搅和出点新花样来。要是能行，那可真是给这冷风嗖嗖的内娱添了一口还挺暖和的炭火杯。